真实的三国史其实隐藏着诸多的谜团。我们先用赤壁之战举例，当时孙权、刘备联军于建安13年在长江赤壁大破曹军，但是这场战役当我们仔细品读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异常的诡异。因为这场战役相比较其他战役有非常多的疑点。首先就是呢，曹操当时拥有着很多谋士团队，但是他们后来为什么都失声了？这个谋士团队当时除了刘烨、满宠、钟繇等人之外尤其还有荀彧、荀攸、程昱和贾诩，这些谋士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完全碾压周瑜加诸葛亮的。那为什么他们当时都不说话呢？第二个，当时曹操的军队人数是孙刘联军的5倍之多，就算是出战失利，也完全可以卷土重来。因为赤壁之战并不是电视剧里所演的一场战役，而是持续了很久。第三个，当年赤壁之战是空前的惨烈，但是我们翻阅相关的历史记载，就会发现一个天大的悖论：曹操、孙权、刘备3家竟然没有损失1员上将，这是不符合常理的。第四个，赤壁之战后史书记载孙权没有对周瑜、鲁肃等人进行封赏，这也很奇怪。一般来说，战争结束后，胜利方都会对将军和其他作战人员进行大肆封赏，就更不用说赤壁之战这样重要的战役了。所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，也许并非是真实的赤壁之战。一直以来，史学家和我们大众普遍都认为，曹操赤壁失败的原因，那是因为孙刘联军的火攻。但近年来有专家提出，赤壁之战中曹操失败是另有隐情的。他们认为，在这场战役中，当时曹操大军被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恶疾所感染。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中所记载，曹操曾去信孙权曰：“赤壁之役只有疾病，故烧船自退，横使周瑜虚获此名。”这就很有可能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，说当时曹军中有很多的将士都感染了这种神秘的恶疾。有谋士就向曹操提出，将一部分被感染的士兵秘密送入到敌方军营中，利用这种可怕的恶疾，可以兵不血刃就消灭孙刘联军。但曹操最终还是心系天下百姓，狠心烧掉了自己的军营和战船，以杜绝这种恶疾的扩散。但是无论什么版本都只是猜测，对于这近2000年的历史确实是无从考证了。如果大家对三国这段历史感兴趣，推荐这款多职业战争的策略手游《三国谋定天下》。这款游戏真实还原了古代战场，还引入了6大职业的设定，有青囊、司仓、神行、骑左、天公、镇军，而且还有自动铺路和预约攻城等设定。点击下方链接加入游戏吧！新玩家开服7日送125抽和强力开荒双城将徐盛、孙策。其实在三国时期有一个非常神秘的部队。当年陈寿在写《三国志》的时候他其实很推崇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人在罗贯中写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又提到很少。这个人呢，就是王平。诸葛亮当时派他去组建一个蜀国的特种部队，这个特种部队叫做无当飞军，专门殿后的。其实古代冷兵器时代打仗很危险的环节就是这个殿后的部队，他要求必须以很少的兵力去阻挡对方士气高涨的追击大军，有时候还要求挡住很多天，直到前面自己的部队安全的撤离。所以这个无当飞军的士兵呢，要求相当的勇猛。那从哪里找这些士兵呢？在四川和云南这边有一座山叫做高丽贡山，这里呢有个少数民族叫做崩龙族。这个民族当时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男孩子如果没有杀过一头熊，就不算真正的男人。而他们这个民族每年也都会选出几个英雄，怎么选呢？用刀先割断一头野牛的尾巴，把这个牛的野性充分的激发出来，然后让年轻人过去和这个野牛对打，最后把牛的某个部位切下来，这样才算得上是英雄。这个民族的人打仗从来不戴头盔，他们在战场上都是披肩散发，作战的时候也相当的彪悍勇猛。王平呢就把他们组成了为蜀国效力的无当飞军，也号称三国时期最勇猛且神秘的特种部队。我们都知道街亭失守、挥泪斩马谡这段历史，所有的人回去都被罚了，只有王平回去受到了奖赏。当这场战役溃败后王平率领1000人无当飞军挡住了张合整个追击大军，保护了剩余的兵力。在第4次北伐司马懿对战诸葛亮的时候，司马懿当时派了6万精锐，就是要把这个殿后的无当飞军先给吃掉，然后自己来对战诸葛亮。但是结果20倍的兵力也吃不掉这几千人的飞军，并且在诸葛亮退军的时候，这个无当飞军又一次阻挡了司马懿的追击大军，保护诸葛亮的军队安全的撤离。最后在公元254年姜维第7次北伐中，用5000无当飞军抵挡10万魏军，在这场战役中全部战死。